国产农药919号专利的诞生，凝聚着唐大德教授以及我昆研所所有科研人员的心血。它是我们省昆研所、省农科院的一件大事，是中国昆虫学界乃至国际昆虫学界的一件大事，更是我国生物科技领域、农业种植领域的一件大事。下面有请我省著名青年科学家、昆研所教授、泰国国立农业大学客座教授、佳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唐大德先生致辞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919专利成果发布的日子，更是我的恩师宋百清教授雕像揭幕、宋百清昆虫研究基金会成立的日子。宋百清教授一生致力于鳞翅目的研究，作为导师，他用渊博的学识哺育了我，用严谨负责的科学精神影响了我，用坚韧不拔的治学态度鼓励了我。作为师长，作为朋友，他的仁爱、宽厚温暖了我，也在危机关头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。他是我心中的灯塔，我心中的英雄。希望致力于昆虫学研究的学子们，跟我一起接过宋百清教授手中的薪火，我们在鳞翅目领域、昆虫学领域深耕细作，砥砺前行。谢谢。下面有请世贸处会副会长李海祥先生、著名昆虫学家刘长平先生、农科院副院长魏光宇先生和唐大德教授一起为雕像揭幕。请揭幕。哎，等一下。疏散人群，疏散人群。谁看过？谁看着？谁要害我？谁要害我？这是谁干的？谁想害我？谁？谁干的？怎么着？是谁干的？给我出来！说出现在谁要害我？怎么跟我说的？现在都翻脸不认了是吗？小点声，快进去。哦，你们敢这么对我，我还以为你们两个什么都不怕了呢。还是你们哪来的声音？
授的术士。有人没有？我的个天哪！你他妈想干什么？这可是个大事儿，想干什么？我得赶紧过来。你们当初怎么告诉我？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，咱们看这个。因为掌握了宋教授的可信数据，所以没有办法复制他的科研成果。这个事情关掉！别开了！谁在那？小梅也不提。是谁？是我。程序员死人。其实你们两个人一直在后面搞，就是想把我独吞，对不对？是我。我告诉你，报告，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报告，你他妈现在去告有意义吗？怎么回事？你别再教学时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昆研所当年官方做出的结论，你明白吗？啊？也许不能把你们绳之以法，但是你们俩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被取消了。还有公司散伙。当初你怎么对百庆，现在我就怎么对你。你他妈就是个疯子！咱们是秦氏兄弟。不要拍了，真的，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！不要拍了！不要录了，这是私人的事情。保安，快，那边，保安，快把他们弄出去！保安，不要拍了，真的，不要。李国强，不要拍了，别录了。宋教授的科研成果归他。宋教授的演员。求你们了，求你们了！这是傻子。姐姐，有什么话展开说，能办的我都答应你。行，我尽量做事。还有一点，唐大哥，跟李总说。快！怎么着？我们这个片区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胡蜂都成了灾了，也成了精了。走，别着急，下面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这儿有一个针孔，尸斑显著，尸僵已经结束，尸体开始有腐烂的迹象，面部呈紫绀，有大小便失禁的现象。让一下。把群众安排到外边警戒区去。小二，大门封闭啊！让所有在场的群众把手机里案发现场的视频全部删掉，所有人不做完笔录不许离开。是，贝贝，过来。对不对？刚刚啊，他们放录音了，看来前些年宋教授的牺牲啊，不是意外，而是他们几个学生啊，合伙谋害的。他、周浩，还有那个刚死的何敬之。不是宋教授，你慢慢说怎么回事？你问他。报应啊！下课，谢谢同学们。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。老板要开除我。为何？就是咱们偷偷申请那个专利，让他发现了，他现在撤了回来，还把我臭骂了一顿，说打发我走。那他说的是气话呀。我可不在意他说的是不是气话。明明是个印钞机一样的成果，他就是不肯发表和转换，为何？那本来就是人家的专利成果，他有权利不发。可是我没有贡献，好吗？
包括刘小雨，是他崇高，他有境界，他要保护地球的多样性，没问题。可是我们这些人呢？啊，我们要娶妻生子，养家糊口，成家立业的好吗？别鬼鬼祟祟的，有什么话快说。大德，我倒有一个办法，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，而且呢，你还能得到你的果果。有什么办法？一小瓶香水。至于吗，周浩？如果他还在的话，你就永远得不到你的果果。你累了？干什么呢？李果，那么巧啊，唐师兄。我是专程在这等你的。我想请你吃饭，就我们2个人。唐师兄，我不想装傻，但我喜欢的是宋教授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怕师生恋会影响他，我早就跟他表白了。所以，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。不过，还是谢谢唐师兄喜欢我，也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把话说清楚。我先走了。我要是被胡同群弄死了，我的父母就交给你了。要是有幸成了的话，你抓科研，我抓经营，你拿大头，我拿小头，我有自知之明啊。慢点啊！周浩呢？他方便去了，教授。这前列腺也太不能打了吧！注意一下措辞啊，学妹在呢。我们在这儿等等他，边说边等。
红霉类的繁衍生息。我去看看。你带他们往那边跑，往那边跑。你小心教授。走。救命啊！周浩，快跑！快跑！救命！快跑！周浩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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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周浩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周浩！救命！快走！救命！救命！周浩！救命！周浩！救命！你们别过来，赶快走！快走！宋教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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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胡蜂围住的那一刹那，我是真想回去救他。我没想到，我们都没想到，教授会为了救我们而不顾自己的生命。早知道这样，我是不会答应周浩的主意的。哼，你现在说什么都行，反正周浩、何静之都不会再开口说话了。你随便给他们扣屎盆子。我说的是真话，警察同志。宋教授的死，我只是从犯而已。果果，宋教授的死，我真的是从犯。那个时候，我太想和你在一起了。卢队，怎么样？死亡时间应该是前天夜里的10点到凌晨12点之间。尸斑显著，尸僵已经结束，尸体开始有腐烂的迹象。头部有钝器伤，但并不致命。面部有紫绀，有大小便失禁的现象。这具尸体和何静之尸体被发现的时候的形态基本一样。我们仔细检查了死者的腹部，果然发现了针孔，所以我们怀疑死者应该也是被注射蜂毒致死，并且死者身上也同样布满了胡蜂。周浩尸体上的胡蜂与何静之现场发现的胡蜂一样，都是黑盾胡蜂，攻击性并不强，但唯一不同的一点是，在这里的胡蜂中发现了一些中华蜜蜂，但这也没什么奇怪的，咱们申江附近的城口就是国内最大的中华蜜蜂培育地。具体是不是蜂毒中毒而死，是不是和何静之中了一样的毒，我们回去再落实一下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都是腹部注射？给何静之做尸检的时候，我们咨询了有关专家。简单来说，从腹部注射蜂毒，人死得更快。如果像唐大德所说的，是他和周浩还有何静之
一起制造意外，让胡风群呢害死了宋教授，那周浩和何敬之的死法就值得玩味了。报复杀人，让周浩和何敬之也尝尝被胡风蛰，那可中风毒而死的滋味。这问题是唐大德为什么还活着呢？小佳，你怎么想的？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唐大德杀的那2个人，这样他既能灭口，又能独吞所有成果。你们别忘了，我师兄的案子还没最后破呢。把周浩的尸体，在这种场合以这种方式展现给大家。刚才是还放了录音了，是吧？嗯。这明显是针对唐大德呀，这俨然是宣判的意思啊。景天，我过去一下。我找到了你要的东西，密码居然是我的生日，讽刺吗？那就带回去审吧。唐敢，上铐子。是。过去。小娇，把李果也带回去。好。人是我杀的，别动，别动！人是我杀的，我承认，不用带我走，我现在就承认。周浩和景之是我杀的。我和何景之曾经是恋人，但是很早就结束了。后来她嫁给了周浩，不过没过多久，他们也离婚了。这次回来，我原本以为周浩已经安抚了何景之，没想到并没有。何景之不停地来找我们闹，要股份，要离婚。在场的人听到了吧？不然的话，他就要去告发我们。我没办法，我去找周浩商量，周浩始终不答应，他们俩针锋相对，谁也不让谁。我没办法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2个人是在唱双簧，他们假装针锋相对，是要逼我做出尽大可能的让步。我没办法，我只有杀了他们。这样也挺好，再也没有人知道宋教授被害的秘密了，也再也没有人跟我争权夺利了。我只懊悔，我早没有这样去做。果然都是他干的。是的。该是我做的，我都会承认的。何景之、周浩，确实是我杀的。但苏教授的死，我真的不是主谋。斯文败类，唐大德，你缺了大德了！是不是？你杀了周浩，对，把他的尸体搬到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场合，自己恶心自己。不科学吧？你问得对，警察同志，这就要拜我的夫人所赐了。我深爱着我的夫人，可我的夫人却一直爱着宋教授。她偷录了我们3个人的谈话，知道真相以后，为了给宋教授报仇，为了恶心我，为了让我身败名裂，想出了这么一个恶毒的办法来，在今天，在这儿把我们的录音公布于众。你成功了，你成功了！小肖，把人带走，小心串供啊！是。
请等一下。别过去，别动，别动，别过。请问你是怎么杀的何敬之？又是怎么杀的周浩？这用不着你操心，我会从实交代的。说呀！别过，别过。说呀！很简单，我给他们注射了蜂毒，然后用胡蜂去蛰他们，行了吗？哪种蜂毒？有必要这样吗，姑姑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，快把人带走。哎，别动！姑姑，你别动！都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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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过来！李国姐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李国姐，今天你也别动。何敬之和周浩都是我杀的，我用的是自己分离出来的虎头蜂的蜂毒。别跟他说，这是我杀住他，拦住他，我杀的，不行！我把话说完。我杀的。我就一个要求，让我把话说完。好，姑娘，没问题啊，你慢慢说，我们全听着，好不好？今天，你告诉他们，你知道人是我杀的，我知道你知道了，不然你刚才不会拦我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说呀你！程天，怎么回事？说吧，景天，我不会怪你的。说呀！快说呀！我之前说过，在周浩尸体上发现的胡蜂，与何敬之在现场的胡蜂一样，都是黑盾胡蜂。唯一不同的一点是，在周浩身上的胡蜂中混合着中华蜜蜂。中华蜜蜂和黑盾胡蜂蛰咬的创口并不一样，长时间接触周浩尸体的人，很有可能同时被这两种蜜蜂所蛰咬。这跟果果有什么关系？让他把话说完。刚才李果姐递给我东西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了她的手，两种被蛰咬的痕迹，她都有。我找到了你要的东西。可笑，就凭这一点吗？就凭这一点吗？景天，为什么要拦李果啊？你别忘了，你还是警队的顾问呢。其实，在你们来之前，李果姐放录音的时候，对唐大德说过一句话：“果果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，果果？”当初你怎么对百清，现在我就怎么对你。既然当年唐大德、何敬之、周浩三人共谋，利用胡蜂群害死了宋教授，然后现在何敬之和周浩又先后被注射蜂毒，并且被胡蜂折磨致死。何敬之死在当年宋教授的实验室里，而周浩的尸体却出现在今天这样的场合。显然，这是一场针对当年杀害宋教授的凶手们的复仇。正如李果姐所说，当年他们怎么对待宋教授的，如今复仇者就会怎么对待他们。既然何敬之死了，周浩也死了，接下来就该轮到你，唐大德了。
复仇者之所以把你留到今天，然后用周浩的尸体调包也好，还是在现场播放录音也好，无非是想在世人面前揭露你的真面目，让你身败名裂的去死。李国姐递给我东西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了她的手，然后她向唐大德那里冲过去了。我突然反应过来，她接下来有可能会针对唐大德。我不希望她再做傻事，所以我好样的。今天，刚才为什么不早说呀？你他妈胡闹，知道吗？反正唐大德都已经待下来了，那我们为什么不成全他？他该死！等会儿，何敬之死的那天晚上，你不是在老家清县和你叔叔阿姨在一块儿，你还跟唐大德视频通话来着？是，我是回娘家了。准确的说，应该是叔叔家。那叔叔家在本市吗？不在，在清县，开车单程不到2个小时。几点去，几点回的呢？不到下午5点到的，然后待到11点往回走。自己开的车？对。 8点的时候，我还跟叔叔阿姨视频了。哦，对，我吃饭的时候，我还给大德发了我跟叔叔阿姨的合影呢。我是跟他们在一起，不过不是在我老家清县，而是在山江。我把他们偷偷接过来了，然后跟他们吃了个饭。吃饭的时候，跟大德他们视频了一会儿，然后我就去找何敬之了。 时间刚刚好。你就那么想杀死我吗，果果？其实那天听完你们吃饭时的对话录音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虽然痛恨何敬之和周浩，却在心里选择了原谅你。毕竟你只是从犯，毕竟。 你没有答应何敬之要你离开我的要挟，毕竟，我想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，所以就算我杀了何敬之和周浩，我还是愿意继续陪你准备发布会。昨天晚上的时候，就我们2个人。 我差点就要妥协了。如果你愿意放弃发布会，我还是可以跟你继续走下去的。可惜你没有，你还是要把发布会继续搞下去。果果，我做这一切也是为了你呀。如果你昨天跟我说，我就信了。现在晚了。昨天景天让我知道你的秘密，我发现我根本无法原谅你，所以我还是决定今天要杀了。但今天你搞了什么鬼？ 但我刚才看见了，我这么对你，你还是愿意继续替我顶嘴。我相信啊，我相信你是真的爱我，我好感动啊，果果。所以，我有了一个比杀你更好的主意。果果，果果！快！
唐大德，李国姐，是你毁了我，我要你在你活着的每一天里都生不如死。李国姐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他都已经担下来了呀！小肖，送医院，快点！是，没用的，不好可。谢谢你，姐姐，我不想对，谢谢你，谢谢了，去交给你。李国姐，你先别说话。这么可爱的，小雨死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没跟他们在一起，我不该。李国姐，你先别说话了。没事，现在只是呼吸道肿胀，还有一会儿才会去睡觉。李国姐，其实我跟他老表白过，他说世上不能谈恋爱。我好后悔，我不该答应他的。我们去的那座山好美，他在山上的样子好帅，好可惜。李国姐，你先别说话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傻？我都已经拦着你了。今天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
你要活，我跟你一起活；你要死，我跟你一起死。后续还得麻烦您继续配合我们调查这个案子。哦。另外，这个证据链有个问题啊。您看，李果一个女人，她怎么能够搬动这么沉的尸体？而且那个雕像也不见了，所以很有可能是有人在帮助她。您说这么重一个雕像，她能搬去哪儿呢？是啊。哎，你看，看那儿，雕像，宋教授的雕像。跑那儿去了。不过那个位置啊，本来就是给雕像留的。原来以为等仪式结束了，把那雕像再移过来。我得过去看看。他这雕像怎么还长了腿了？陈处，陈处，奇怪呀。让一让。哎，唐教授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回国。我是山江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记者。这次0919号农药的专利通过呢，意味着您发现的昆虫冠状病毒重组实验方法呢，已经获得国家的正式承认。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整个研发的过程吗？这个方向呢，我们搞了接近7年，研究方向的过程转折点，应该是我到了泰国以后。泰国的生物多样性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纵深。昆虫的分类越多，我们占有的昆虫细胞系的样本也就越多。谢谢大家。唐教授，请问佳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7工程什么时候？恭喜周总，这个问题恭喜唐总科学家，恭喜佳农。挺巧啊，丁总，专利技术本身已经相对成熟了，但是要提到投入生产，那可能是另外一项系统工程。谢谢大家啊！谢谢唐教授。